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给大家解读一下乌合起令的新作《命令与征服》。在川普灰溜溜的黯然走人，美国新总统瞌睡虫拜登上任的第二天，2021年1月21号，画家版的鲁迅乌合起令又出了新作《命令与征服》。由于《命令与征服》主要来自于电脑游戏《红色警戒》，很多没有玩过红警的人肯定看不出其中所蕴含的深意。现在我们把美国版的知乎在线问答网站 Quora 上面的外国网友是如何解读的内容翻译过来给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喜欢阴谋论的朋友肯定会赞同和喜欢。第一条留言我翻译过来，我不念英文了，我直接念那个翻译的他说谢谢邀请，我认为这是一个对西方反华舆论和阴谋论的反击和质问。第二条，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部分美国政客和美国媒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断地制造谣言和阴谋论，称新冠病毒是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制造的，但是直到现在，这些政客和媒体都没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他们还动用大量的键盘侠，将谎言重复了数千次。下面一条，我看了这个漫画，里面有很多细节非常的有趣。接下来，作为一个玩着红警游戏长大的西方人，我觉得里面的细节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而且美国政府，无论是已经下台的特朗普政府，还是现在上任的拜登政府，都应该好好解决一下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疑问。下面一条，为什么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基地关闭了呢？2019年，美国的电子烟肺炎究竟是什么情况？再下面一条，而乌合起令所画的正是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一幅画大家仔细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那个731部队的那个坏蛋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下面就有你看留言说吧，这张图片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旧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战犯石井四郎那么问题来了，德特里克堡基地 Fort Detrick 和日本731部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对吧？外国网友都发出疑问了，是吧？然后这又有人问这样看我看过这样一份答案，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确切的史实可以作证，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派出了许多名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战专家前往日本，对731部队的实验成果进行了调查，并且接收了731部队的实验数据和成果。看到阴谋论大行其道下面一条我们都知道，在红色警戒游戏之中，小地图上的红色方框表示该地区已经受到攻击，而在该漫画中的地图中，受攻击的地点是武汉就这个对吧？就是这张画，这个他把那个分图放大了，对吧？这个武汉，中国中部是吧？下面有一个人留言，是的，武汉是被病毒攻击了，而不是某些西方政客口中的病毒的源头。下面一条，在疫情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武汉的实验室，都在积极配合世卫组织的调查工作，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已经不止一次去中国进行调查了。相比于美国政府的任意的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到现在都没有勇气开放针对德特里克堡的调查，哪个更像是在隐瞒一些情况呢？其实也很清楚，对吧？群众眼睛都雪亮了无论中外。下一条，而在建造这一栏，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玩家选择的单位是无限量的辐射工兵和间谍，而生化武器和核弹也已经就绪就这个生化工兵和那个辐射工兵那这个是间谍 spy 对吧？至于会攻击哪里，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有据可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核武器用于实战的国家。尽管向广岛和长崎投掷2颗原子弹原本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但是除了消灭日本的军队之外，还是伤害了很多平民。下面一条，至于生化武器，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过成绩，而巧合的是，成绩的研发单位就是德特里克堡。再下面一条，那么美国政府就更应该解释一下，在关闭的德特里克堡中，还有没有用于实战或者准备用于实战的生物化学武器？这个是武汉军运会的那个主场地是吧？你看这放大版的
再看图画中大屏幕左下角的这幅图片，这是武汉军运会的主要场馆——武汉体育中心。令人怀疑的是，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上，综合实力绝对第一的美军代表表现平平，完全不像他们在中东战场那般的英勇。接下一条，其中一些人因病提前返回美国，至于症状还需要调查。在图片的右上角，《星条旗报》上还有一篇关于美军生化武器的报道。就这个啊，你看这个乌合麒麟那个画的多细致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这一条，这个报道揭示了当时在朝鲜细菌战任务中被中国军队击落俘虏的美国飞行员供认，1950年12月美军撤退到38线时，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希望用细菌武器挽救朝鲜战场的失败，决定于1951年冬在朝鲜开展细菌战。接下一条，据不完全统计，短短2个月内，美军先后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投放了804枚细菌炸弹，感染了384名中国士兵，其中258名士兵被治愈。下面一条，这份报道展示了真实存在的历史，而不是阴谋论。再下面一条，在一些被遮遮掩掩的角落，我们可以看到生物实验基地的研究人员。那就这个，对吧？研究人员在玩蝙蝠，我们在彭博社找到了最初的报道，就这张啊，彭博社的那个链接，对吧？就这张高清版的在玩蝙蝠呢。你看，这个黑玫瑰运动和弗洛伊德被美国警方杀害事件这个乌合麒麟的那个图上也画出来了，对吧？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被美军暗杀。那这一张就是川普和那个爱泼斯坦，这个是爱泼斯坦，这个川普，这个是女孩特朗普和爱泼斯坦的合影。你看 USAMRID 就是那个德特里克堡就这个，你看他把这个也画出来了，对吧？ 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然后他就在德特里克堡，看到吧？2019年出现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周边的电子烟肺炎疫情，你看，就这个对吧？就这个，在主屏幕上有国会山抗议德特里克堡制造的辐射工兵五角大楼的间谍，五角大楼的间谍有趣的是，香港的暴徒拿着美国国旗，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实际做过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阴谋论。就这个香港暴徒拿着美国国旗是吧？这一张，不得不说，作为一个画师，我怀疑他怎么能够把细节做到这种程度，做得好，乌合麒麟为国网友点赞。下面一条，我知道可能有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又要说，这是来自中国的假照片，是假新闻，是阴谋论。有人为中国人说话了。下面一条，但是我想说，西部工作室的成名作《红色警戒游戏》本身就是一个虚构了历史和建构在意识形态偏见之上的阴谋论游戏。没错没错。下面一条，你真的见过辐射工兵吗？真实历史上的苏联是游戏里的这样吗？游戏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娱乐，但是有些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把它当真了。这是比较理性的下面一条，我觉得乌合麒麟做得很好，我知道图画中还应该有些细节我没有发现，也欢迎读者们补充。下面一条，至少他在图画中呈现的，我们都可以认真的问一问美国政府，这些事情你们究竟做没做过？敢不敢让中立客观的调查组或者独立小组进入美国自由的调查？你们可以问心无愧的说，德特里克堡没有从事任何针对特定国家和人种的生化武器试验吗？这个人有脑子。下面一条，这些问题是否与 COVID-19 有关并不重要，但是由于美国政客和媒体可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怀疑中国，美国作为一个更强大更有动力的国家也值得怀疑，而且中国人敢于接受调查，美国政府对此没有胆量。嘿嘿。下面一条，如果你就是说美国人，如果美国人想诚心，就请放开德特里克堡吧。本集讲完了，希望老铁们点赞、留言、转发、订阅，谢谢大家。